当一个国家有石油意味着什么？除了会滋生美军之外，那就是有钱。你看沙特，哪个国家见他不得尊称一声大户？但委内瑞拉石油储量世界第一，比沙特还要多。说是建在油库上的国家都不过分，结果不仅没富起来，反而越来越穷，甚至连水都喝不起了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委内瑞拉位于拉丁美洲北部，北临加勒比海，与哥伦比亚、巴西、圭亚那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91.64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3222万人。说到石油，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中东那些土豪国家，但事实上，全世界石油储量最多的国家在南美洲，委内瑞拉以3028亿桶的储量稳居世界第一。不仅如此，它还有世界第8的天然气、世界第3的铝土矿以及世界第4的金矿等等，甚至水利和森林资源也是相当的丰富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委内瑞拉完全就是一个长在金山上的国家。这么多资源放在一起，按道理说，要是能够开发出来，虽然不一定能成为发达国家，但像沙特一样，好几代人完全躺平享受生活，也不用担心吃喝问题。结果，委内瑞拉别说有钱了，反而越来越穷，通货膨胀率高达5500%。离谱的是，在和这之前比起来呢，还有所缓和。它的人均 GDP 更是连1700美元都没有，因为经济太差，最近几年都不公布具体数据了。国家经济差，国民的生活呢更是差到没边儿，食物、药品、电力等各种资源全面短缺，就算有钱也买不到，更何况他们连钱都没有。明明坐拥金山，但委内瑞拉硬是一点起色都不见，这是为啥？虽然委内瑞拉石油是多，但和沙特呢那种随便一挖就出油，而且应用范围广泛的高品质油不同，他们这些石油呢不仅品质差、用途少，而且埋藏位置很深，对开采的技术和成本要求非常高。别人20美元一桶就能赚得盆满钵满，他卖60美元可能才勉强回本。如果不是引进外资拉来了一批设备，他还不一定吃得上这石油红利呢。不过导致的结果呢，就是大头全被外资给吃了，自己连点汤都没喝到。其次就是离天堂太远，离美国太近。美洲号称美国后花园，但委内瑞拉偏偏就成了那一根刺头，不仅把所有石油企业回收国有，还处处跟美国作对，气得美国牙痒痒，当即就宣布要制裁他。不仅自己制裁，还得拉上西方一众国家，什么石油禁运、限制设备出口之类的。虽然手段下作，但效果却是实打实的。没了最需要的设备，自己无法开采，也无法生产石油。虽然老的设备还能用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些设备老化、落后等问题，使得成本越来越高。再加上本来委内瑞拉的石油就竞争不过中东，现在更是彻底凉凉。如果委内瑞拉还有其他产业还好，关键它没有。它高度依赖石油收入，一旦石油赚不到钱，经济就无法发展，国家就会越来越穷。越穷呢，就更挖不出石油卖钱，最后陷入死循环。当然，除了外部原因之外，委内瑞拉内部其实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。其实靠着石油，委内瑞拉也是过了一段好日子。那段时间呢，国际油价很高，需求也高。虽然不像中东赚的那么多，但总会腰包是鼓了一点点。有了钱后，委内瑞拉开始疯狂的发福利，什么免费医疗、免费教育，在全国大兴土木，建学校、建医院，还有免费给穷人发房子等等，各种福利政策。发达国家有的他有，发达国家没有的他也有。总之呢，就是疯狂的大撒币。在那个时候，委内瑞拉一度成为了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。虽然出发点是好的，可问题是想要支撑起这些福利就需要大把的钱，而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呢？靠卖石油赚的。如果一旦国际油价跌了，或者石油卖不出去，庞大的资金压力会让委内瑞拉瞬间崩盘。按理说这个时候就应该削减支出，回收福利才对。然而过惯了好日子的委内瑞拉人怎么可能同意？所以委内瑞拉呢就出了个馊主意，不是没钱吗？那我就印钞，这样不就有钱了吗？但是这也造成了货币通货膨胀飙升。最高甚至达到过100万，这什么概念？就是印好的钱刚拉回国，立马就不值钱了。更尴尬的是，他们还没有钱支付印钞费，也就是我国及时伸出援手，不仅拉去了物资，还借给他们一大笔资金，让他们以油抵债，委内瑞拉才勉强喘上一口气儿。从这些事呢，也能看出，就算资源再多，要是没有规划，自身也没有实力的话，还是白相。不仅只能任人宰割，也根本无法真正强大、真正富裕起来，让国民呢都过上好日子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也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